我卡皮三生在乾隆38年的京城琉璃厂东头，打小就跟着师傅在鼻烟铺里打转。那时候满城都吹鼻烟风，上至宫廷清贵，下至街头摊贩，腰间不挂个鼻烟壶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琉璃厂一条街，雕瓷、掐丝、玛瑙、玉石的烟壶摆得满坑满谷。可真正能惊动皇城，让人愿意用一整袋上好西洋鼻烟来换的，却是一门刚刚冒出头的绝活——内画。这门技艺说起来离奇，不过巴掌大的小壶，口径比蚕豆还小，匠人要拿着弯成钩子的细竹笔，从壶口伸进去，在光溜溜的内壁上反着作画。外人看来简直是神仙手段，可在我眼里，这不过是穷手艺人饿出来的聪明，是烟瘾犯了没法子，硬生生在壶里刮出来的奇迹。那年我16岁，师傅开的铺子叫一壶春，专做普通料器烟壶，生意平平。隔壁宝石斋的王老板仗着手里有几件玛瑙水晶壶，天天斜着眼瞧我们，说我们做的是穷人玩意儿，上不了台面。我心里不服气，可人家的货确实精致，我也只能闷着头磨胡撇，一边听街头闲汉扯闲话，一边闻着满街的鼻烟香。鼻烟这东西打晚历年间传进来，喜先只是宫里稀罕物，到了乾隆年间，早就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有钱人用的是西洋贡品，香外浓郁，装在水晶壶里，透亮好看。穷人就买些杂料鼻烟，装在粗陶壶里过过瘾就行。可不管穷富，都爱把烟壶当成脸面，挂在腰间晃来晃去，闲了就掏出来闻一口，再跟人攀比一番。我师父常说，烟壶小，钱困大。那时候我还不懂，直到遇见了那个落魄的老秀才，才真正明白，这小小壶里能装下山河万里，也能装下市井人间。老秀才姓周，据说年轻时也中过举，后来家道落辍，就靠给人写对联、画扇面过活。偏偏嗜烟如命，一天不闻烟就浑身难受。他没钱买新烟，就天天拿着个破玻璃烟壶，用细签子抠壶内壁上粘着的烟垢。有一日他抠着抠着，忽然盯着壶壁发呆，原来那烟垢被签子画出细细的纹路，透着光一看，竟像极了山水皴法，隐隐约约有山有水，别有一番趣味。周秀才当时就拍着大腿喊奇，从此丢了扇面不画，天天钻在破庙里琢磨这门手艺。他把金刚砂和小钢珠装进壶里摇晃，把光滑的内壁磨成毛面，好让颜料挂得住。又把竹签削得极细，用火烤弯成钩状，做成专用的内画笔。再调上矿石颜料，憋着一口气，从壶口伸进笔去，反着在里头描画。起初他画得歪歪扭扭，人物五官挤在一起，山水也糊成一团。壶口太小，笔尖稍一用力就戳破了壶壁。一个上午毁掉10几个壶盆是常事。他饿了就啃2口窝窝头，渴了喝凉水。就这么折腾了半个多月，终于画出第一只像样的内画烟壶。壶里画着一只麻雀站在枝头，透过水晶壶壁看去，活灵活现，仿佛下一秒就要飞出来。这事儿传到琉璃厂，一开始人人都当笑话，说周秀才疯了，放着好好的扇面不画，偏要跟小烟壶过不去。直到有人拿着银子上门，愿意花重金买这只麻雀壶，众人才惊觉，这门歪门邪道的手艺竟成了绝世奇珍。我凑过去看热闹，只见那烟壶不过拇指大小，壶口细的只能塞进一根牙签，可里头的画笔精细，麻雀的羽毛根根分明，连脚爪上的细纹都清晰可见。我当时就看呆了，心里痒痒的，缠着周秀才要学这门手艺。周秀才起初不肯，说这活计太磨人，不仅要手稳心细，还得练就反向作画的本事。眼睛看着外面，笔在里头反着走，
常人练上3年5载都未必入门。可我铁了心，天天给他送馒头、端茶水，帮他磨壶盆、调颜料，软磨硬泡了半个月，他终于松口，收我做了徒弟。学内画的日子简直是磨人心性。先是练旋碗，一抬手就是1个时辰，胳膊酸得像灌了铅。再练反向画线，一笔横要画得平，一笔竖要画得直，稍一偏斜，整只壶就废了。最难的是屏住呼吸，画人物眼睛的时候，连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胸口一动，笔尖抖一下，好好的画面就毁于一旦。有一回我画山水，眼看就要完工，一只苍蝇飞到鼻尖上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笔尖一歪，直接把山头戳坑了个大窟窿。我气得把笔摔在地上，周秀才捡起笔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卡皮桑，内画画的不是山水，是心气。心乱了，笔就乱了；心静了，壶里才有乾坤。”我听了脸红，捡起笔重新来过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我终于能在壶里画出完整的山水人物，从亭台楼阁到花鸟虫鱼，从八仙过海到三英战吕布，方寸之间能装下整个世间。消息传到宫里，太监专门来琉璃厂采购内画烟壶，献给乾隆皇上。皇上见了大为惊叹，说这是鬼斧神工，壶中藏妙。当下赐了周秀才黄绸缎，还让琉璃厂专设作坊，专做内画烟壶供应宫廷。一时间，内画烟壶名动京城。原来看不起我们的王老板也低声下气上门讨教，还想花大价钱挖我过去。我摇摇头，跟着周秀才守着小小的铺子，依旧天天在壶里作画。市井里的人们也渐渐迷上了这小玩意儿。卖菜的老头腰间挂着白菜的内画壶，跑商的客商带着画着骆驼商队的烟壶，就连青楼的姑娘也爱用画着牡丹蝴蝶的水晶壶，闻着鼻烟，对着镜子顾影自怜。有人问我，这么小的壶，这么难的手艺，值得吗？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拿起一只刚画好的烟壶，壶里画着京城街景，琉璃厂的摊贩，天桥的杂耍，护城河畔的柳树，一一俱全。透着光看，仿佛走进了真实的市井人间。内画这门技艺，说穿了就是把大天地缩进小壶里，把凡俗日子画成绝世风景。它不是什么仙线法术，不过是手艺人用一颗专心对抗世间的浮躁，在狭小的空间里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乾坤。后来周秀才年纪大了，把手艺全都传给了我。我依旧住在琉璃厂东头，每天清晨磨壶胚，上午调颜料，下午在壶里作画，听着街头的吆喝声，闻着淡淡的鼻烟香，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。有人说我傻，守着这门绝活不发大财，可我觉得能在小小烟壶里画出世间万象，留住乾隆年间的市井烟火，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。壶小乾坤大，笔尖藏古今。一只烟壶，一笔内画，装下的不只是鼻烟，更是一辈子的专心与温柔。